一开始，汪淼一个人拿着望远镜，远远的那条船经过，一切是很安静的。忽然之间，有一个人倒下了。所有的游戏部分，我们经过了大量的时间的讨论，我们是在想是实拍还是把它制作成游戏。请为自己设置专属 ID。最终，我是希望用游戏的这种特效3维做出来的这些人物和观众建立一个监理感。你跟他有了距离，他才能用一种带有距离的方式来看待你们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有大量的特效预算要花在游戏里面。这是一个毫无规律、混乱的世界。这是乱纪元。前面还好说乱纪元的表现呀、太阳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。那么到了三体人决定要远行的时候，他的描述说天空中有很多像阵列一样的那些星星。因为小说中没有非常直接的去对三体人有一些阐述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在游戏中我们又出现了一个距离，到底要如何表现三体人的世界，包括1379号，包括他们的元首在小说中的描述。他要把之前发生的所有的神迹，包括降维质子的展开，还有秦始皇人类计算机3日连珠，所有的世界都浮起来了，这个是非常大的难点。我们要把这些所有的概念通过用3维的影像把它表现出来，这些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我们要做大量的盖摄，然后要把这些盖摄完成出画面，让观众看懂。我们特效镜头从开机的第1天起，我们开始做设定，像古筝的有些镜头，我们做了3年之久。古筝行动是《地球往事》的这个书里面的一个高潮。要不要和我，和全人类玩一盘？全世界很多军队在一起完成一个军事行动。与外星侵略者的战争已经开始。你要用纳米丝把整个船50公分、50公分切出很多薄片，最终船撞在了岸上。它这个庞然的大物，一边冲击这边，一边被挤压，形成了像扑克牌一样散落的那个残骸。拍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，我们为这20多分钟筹备了4个月，我们搭建了残骸，那个残骸是非常非常难的。我们去搭所有的景的时候，它都有个形状。比如说，我们是一个房子被炸毁了，它也是在一个房子的基础上，我们去做这个废墟的场景。唯独古筝行动这个场景，我们是无法判断出它的形状的，因为它是一个船体被切割成了很多片之后挤压，最后它是一个不规则的、毫无道理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这个残骸我们在搭建的时候用过大量的都是实体钢。要用真的钢把它们先做成一个船舱的样子，然后再把它横切，切完了之后再用挤压机把它挤压，再把这些所有的残片一个一个再焊接在一起。我在看书的那一瞬间，给我巨大的一个冲击力。从那一瞬间开始。所有的事情一步一步，最后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最后把一条船切割完成。我在看书的那个时候那种感受，我终于可以在我们的影像中把它全部的完成出来。